自从公布相关消息起 ，MPG17擎天柱的口碑就跌得比前天晚上的金价还快。当初叫人家 MP4.0 小甜甜，现在是等跌价的牛夫人。不论如何，该出货还是得出，我们就一块来看看 MPG17究竟为何沦到这般地步。我一般是不太在意玩具包装这种事情的，反正最终的归宿就是在无人的角落里堆起来，或者是扔垃圾堆被剪纸箱剪出2套房的大爷大妈捡走。但你这个 MPG 线的盒子能设计的丑出天际也是很罕见了。100-200的地灵线的外包装看起来也没有这么廉价，看着就跟百威或者黑曼巴这种 KO 厂的盒子似的。要说整活还得看贴吧，傻屌网友神之一批，那个味儿就出来了。开合式车型跟 MP 线很多玩具一样，这一点其实是良心的，因为出厂前强制变形一次就等于质检多了一道工序。至于我断的是烟囱下面这个部件，这里纯造型，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断，就像我想不通当年为什么会被那个屌样的初恋把我迷得七荤八素。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我自己粘了的状态，就像初恋花钱补了个膜，看不出来但不一样。MPG17这个车型单看车头还好，除了下巴略显长以外，整体造型我还挺喜欢。从上面看的话，小腿板变成驾驶舱后部和前面空隙太大，十分空洞，并且把烟囱夹在中间，就很奇怪。车头和油箱过渡处没有遮掩，就像是缺了一块。整个油箱因为收纳的关系做得很小，上面一个莫名其妙的大洞也十分碍眼，好像也不是收纳武器的，我没找到用处。而从后边看，车尾的收纳就很丑了。在你们都骂 MP44 车尾太碎太丑之后，官方端上来一个不碎的车尾，告诉你不碎我做的照样丑。包括驾驶室后方的盖把依然很丑，整个造型跟 GT 的大胸柱子异曲同工。自行车双排轮我倒是没有什么意见，毕竟可变还能保持宽态的大哥并不多，要不说黑苹果永远的神呢。车尾的脚板就毫不掩饰的放在那儿，毕竟得让你知道它是擎天柱大哥而不是普通大运。其实车型整个造型我也没觉得无法接受，跟 MP10 和 MP44 对比，3个不同时代3种诠释理念各有优点。跟 TE 对比也还行。车厢连接处是用来搭载 MP44 的车厢的，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没有正版， MP10 的车厢只能放在上面，至于那个带转接头的 KO 能不能用，我没有，不知道。推车倒还顺畅，只是可能我没有变到位，10轮接地有点困难。另外轮胎也是塑料，不是橡胶，上面也是银漆，没有电镀。变形过程很简单，也不需要我去解说，都能看懂。下半身的变形虽然简单，但也还算有趣。上半身纯纯就是 MP10 了。人形引起的争议也足够多了，不是这一造型却挂着 MP 的名号，也让一众遗老狂怒。融合了这一漫画、围城等多个造型的元素之后，正面整体美型度还是不错的，我是挺喜欢。就是倒三角审美还是比较挑人。这颗头雕造型凌厉，充满邪气，完全没有其他大哥那种慈祥老奶奶的感觉，长耳天线更显威猛，难怪都说土城天灾或者紫晴更合适。透光性也是不错，不
过在 MP 线用透明件透光的头雕，它好像是第一个吧。别问，问就是节省电池，为环保出一份力。从侧面看，这个肩膀的大板子还是舍不得加一个分件折叠起来，也不知道设计师那个谁来着，是觉得他这个造型棒极了，还是想给第三方工作室里他那素未谋面的生理学上的生物爹留一口饭。同样还有小臂的后视镜，真的是多一个分件，塔卡拉多米就会倒闭的程度。好在背面还算干净利落，没有整出44那样的绝世好活。全身上下大面积塑料发色还算挺正，设计师怕大家的玩具放久了发黄而不涂白漆，改成了银色的阳孔运行，真是让人动容。据某些结晶粉说，这次的 MPG17主打可动，我这一圈玩下来也没觉得好在哪里。肩膀外拉放在10年前也许会很惊艳，可惜现在连86柱都做得到。曲肘倒是不错，手部10指可动，其他3指可动。我那消失的大拇哥去了哪里？没有大拇哥，看视频的人都不给我点赞了。弯腰堪称断腰肌，只要我有一根杆子连着，就能算我可动好。大腿根部莫名其妙的下拉关节，底部这里并没有旋转的分件，加上裙夹只有侧面能抬起，实质上只是增加了前踢的角度而已。好在跪地姿势非常标准，不愧是小日子的传统文化。脚部幽默接地，幅度一大就会断开。2026年了，某大厂还是没有学会做挡肉。而被喷得很惨的侧台只有5段齿轮，主打的就是让你姿势怎么摆怎么别扭。结晶粉嘴里的主打可动也就比 MP10 强，在 MP44 面前依然是个弟弟。人形跟 MP10 和 MP44 对比，颇有点拨乱反正的感觉。跟 MP36 放在一起，就是完全不同的设计语言了。和 TE、MS 出版柱子放一块，哪个第三方要端出这个不被骂死才怪。不过这个标天然带免战 buff。坏了，你该不会是来配 AMD 热破的吧？附带了一堆看着很哄人的配件，就是为了说服你我卖9张真的很值。一颗金属的能源宝做得挺漂亮，透光性也不错，塞进胸口能让这个轻飘飘的柱子增加点重量。胸口的连接处在前段，也不是变形原因，只能说咱也不懂，看着很高端的样子。另外放进能源宝，车型就会密合不紧，绝了。一杆悬悬长长的大枪可以旋转，只是我没有想到会在 MP 级大哥的武器上用到插装连接。耗了真人电影一对双刀，装在雷之一形象上，真是郭德纲穿比基尼，怎么看怎么别扭。我知道是为了防止断裂或者太过尖锐伤害小朋友，但是这就跟我断了头的美工刀一样的刀尖，就不怕伤害到我们这些老朋友吗？设计师大概真的觉得围城这个武器设计的棒极了，才会官方放大把它塞进配件里。要说还是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呢。这把经典能量斧这次做的倒是挺好看，通透性不错，上面的纹理刻画也很漂亮。要是能来点渐变涂装就更好了。安装的时候要收纳双手，把这个装翻出来。我这只右手很难翻，只能艰难从里边顶出来，而左手就正常了。安装上之后是很帅，只是这个卡扣和能量斧打架，装上去之后整个是斜的。你这配件是500块钱外包给大学生设计的吗？做出来都不知道要装上试一试。然后就是一个连接各种武器的透明件，官图这张尖炮大哥看着很哄人，但是背后的透明件让人察觉到不对劲儿。到手才知道他原来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吗？真是太离谱了。这么一大坨连接背后，大哥到死都不能彻底躺平，可怜。利用这个透明件加上身上的一堆洞，就能把武器挂在身上。不会真的有2逼觉得好看吧？不会吧，不会吧？貌似是有点好看。同样车型也是，我看是哪种神人才会把这么一大坨挂在车尾上。哦，原来是我呀。如果说我喷了这么长的篇幅，那 MPG17就没有一点点优点了吗？有的兄弟，有的。首先就是它的做工还可以，没有什么大缺陷。没错，虽然我断了，但是除了非常暴力的水口和腰部比英吉利海峡都宽的大缝以外，做工还是可以的。加上变形比较简单，配件也多，把玩起来还是有点意思的。然后你先别管它的支撑力度如何，你就听听这个齿轮声，那些跟有病一样的齿轮控，光听到这咔咔咔的逼动静，心理生理就能双重高潮。改天高低得给你们整个5个小时纯享版。最后就是它这个标，在有些人眼里，它带来的情绪价值至少值300块钱。别的那些什么破烂玩意儿，只要没这个标，就入不了人家的法眼。这叫信仰，懂吗？给信仰充值，贵点就贵点，怎么了？怎么了？这可是玩具界的索尼，宗教用品是尔等凡夫俗子能懂的吗？就像知道个海洋堂斜切关节会接尾平台大腿的天龙人玩家，就敢直接 AOE 所有没提到这一点的 UP。只有他们才懂海洋堂，才能跟转轮科技达成灵魂共鸣。吃多了印度小蜜蜂跟纯他妈有病死的，还当成蜂蜜把牙花子做的冒火星。
说归说，闹归闹 ，MPG17要是5张出头，就还是一款不错的玩具。但现在接近9张的价格，它就是原罪，甚至放进了 MPG 线，那自然要用 MPG 的标准去评价它。行了，经过2期大厂洗礼，心力交瘁，好在上期灵机魂归归让我吃了顿好的。点个关注，我是树熊，不是熊，大家下期见。哦，对了，忘了这个支架配件，他们好像真的觉得自己的这个支架设计的棒极了。